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退休金。我会从中国、德国以及美国的角度来说说这退休金啊。我发现中国退休金制度是与国际社会脱节的。中国退休金制度是独树一帜的。另外，我发现如果这样下去，中国退休金制度不可持续，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在网上过去我们也知道，其实我的现实生活中我也知道，因为我在国内认识非常多的人，他们退休金有的非常高，网上也一样，动不动有的是1万多块钱、2万块钱，正常的可能5、6千块钱非常的多，1、2千块钱的极少极少。而且当时我知道他们退休金那么高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的纳闷，为什么退休金那么高呢？而且退休后他拿的退休金要比他工作的时候要高得很多，这是非常变态的，朋友们。我这么说，可能那些退休人员很不高兴，但是我不得不说，因为像中国目前的退休金制度是很不正常的，中国退休金太高了，真的是太高了。我只是说，退休金不是养老金啊，养老金还包括，比如说你有其他收入啊，有房租啊，还有你的投资啊等等。这种加起来叫养老金，但是退休金就是法定退休金。在中国，你看，刚才我说的，有的人就是有1、2万，但是大多数现在在职场的人都没有那么高的收入，而且在中国还有存在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那就是如果是工人的话，女工50岁就可以退休了。如果是普通的，比如说职员、教师等等，像这种55岁女性，男性60岁。如果是男性工人呢，55岁就可以退休了。这在世界上是非常非常早的，可以说是最早的之一吧。而且现在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女的差不多79岁、80岁了，男的75、6岁了。在很多国家，像现在都在推迟退休年龄。目前中国好像刚刚引进阶梯式的退休年龄延迟好像是到63岁，那就怨声载道啊。在德国，我们现在已经是67岁，而中国你看50岁、55岁，德国是67岁，这就是区别。目前德国国会议员正在讨论是不是要把退休年龄延迟到70岁。好吧，我们回到退休金，在中国绝对是过于高了，也就是说，超过你退休前你的收入的100%了。那在德国怎么样呢？因为我非常熟悉，所以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在德国目前的，也就是你交的养老保险，交了45年之后，你退休那天起，只相当于你退休前那个月拿到净工资的，也就是税后48%。大家没有听错，退休前你的工资是100块，那么你退休后你拿到的是48块，而且这48块还没有完。从这48块当中，你要拿出大概12%来购买医疗保险、护理保险。你看，你还剩下多少，对吧？所以德国老人的退休金是非常非常低的，有多低呢？2024年，德国退休老人，就是全德国退休老人平均1150欧元左右，男的稍微高一点，女的甚至1000欧元都不够，可能就800、900。如果你交社保，不停的交45年买社保呀，最后你退休的时候，像这样的老人，他的退休金是1770欧元。是不是让各位感到特别吃惊呢？另外，有些人他的公司可能比较好，然后呢，他工作期间，他的公司、他的企业、他的单位也帮他买一部分企业养老保险，那么这部分人他的日子好过一些。还有你年轻的时候，有的人可能稍微会节俭一些，能够存一点钱。像这样的退休老人，可能他退休之后在德国日子是比较好过一些。但是如果你工作的时候，你的公司没有额外帮你买企业养老保险，就是
法定那点退休金，铁定这样的德国退休老人肯定是掉入老年贫困。过去我给大家说过，德国不少的老人退休之后到街上去捡那种有押金的瓶子，值钱的是2毛5一个，不值钱的像啤酒瓶8分钱。即使这样，有不少德国退休老人到街上去捡这种瓶子来补贴家用，这就是德国现状。刚才我提到，在德国退休老人还要从退休金拿出12%来购买医疗保险以及护理保险，然后呢，如果你的收入还超过一个线，还要缴纳收入税。这就是德国变态的地方。大家没有听错，德国退休老人还要自己购买医疗保险，所以所谓的免费医疗在德国是不存在的。这么算起来，其实德国退休老人他们的日子非常的难过，除非刚才说了，你工作的时候你节俭，你存了一点钱，然后呢，你的公司过得还可以，帮你买了一部分企业养老保险，那么你这样的日子就要比其他那些退休老人没有企业养老保险的、没有积蓄的那种老人要好过得多。好，我们回到中国，在中国刚才说了呀，退休金真的太高了。然后年纪轻轻50岁、55岁的女的，你看那些大姐啊、大妈，一天到晚跳广场舞，对吧？扰民啊！而且这些人都是那个文革年代长大的人，所以他们的那个素质非常的差。对不起啊，我也属于那个年代的人，但是我真的不得不承认，放眼我们中国内地所有这个年代的人，他们的素质平均素质啊是非常的差的，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社会公德心。然后这部分人特别爱贪小便宜，好多人呢，城镇老人退休金那么多，然后呢还不舍得这样不舍得那样，最后呢什么养生啊特别舍得花钱，然后呢被骗，好多人一骗就被骗完了。还有这些人特别没有感恩之心，而且永远不满足，嫌自己退休金太少等等等等。反正这是人的本性嘛，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中国的退休金制度已经存在那么多年了，我觉得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这退休金的支出实在太高了。再对比那些辛辛苦苦996的朝9晚5的人，对吧？他们每个月可能年轻人拿3000块钱，好一点的5000块，更好一点8000块，甚至1万块。但是对标同样的那个城市的老人，他们退休金有的1万多，有的2万。你说现在那些年轻人工作的，或者已经没有工作那些年轻人，他们心里肯定愤愤不平啊！凭什么你们这些退休老人什么事都不干，还扰民，每个月还拿好几千，比我工作的人还多出好几倍？所以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戾气特别的重，这是一个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所以我觉得咱们中国的政府应该引起非常大的重视，应该与国际接轨，不能搞特殊化。一方面，中国城镇老人、中国城市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有工作，然后呢有优厚的退休金。另一方面，同样是老人，同样是中国公民，中国的农民60岁以上的老人，虽然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地里劳作，没有购买养老保险，每个省、每个自治区当地的政府发给每个老人养老金，不是退休金，是养老金。像我们广西每个老人是150块钱左右，具体数目我不知道，反正就是150块钱左右，不会多，一个月就是100多。虽然农村老人有自己的那个田地啊，可以自己种点东西，但是如果这老人已经失能了呢？如果他没有子女呢？没有子女当然可以有五保户。如果有子女，那个子女如果本身他的那个经济非常困难，然后照顾自己的老人可能不周，或者那个子女不是很孝顺的话，那个老人过得非常悲惨的啊。所以一个月100多，虽然自己种菜啊，养点鸡啊，生蛋，不至于饿死，但是生活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朋友们，在这里我想为农民朋友们说几句话，因为他们在比如说中国人大当中没有很多的话语权，可能很少有人大代表
帮农民朋友说话。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在农村长大，所以我记忆犹深。直到1980年代吧，也就是建国到1980年代大概30多年，农民们为中国的建设牺牲了很多，真的可以用牺牲这个词来说。首先，有多少人知道交公粮这个词，或者叫余粮这个词？其实应该叫交公粮，那就是作为农民，一年四季辛辛苦苦种出了一点粮食，当时国家规定是强迫的，你不得不把一部分这个粮食把它交给国家，这叫交公粮。然后呢，每一户农民要养一头猪，把它贱卖给国家，也就是当时城里人你们吃的猪肉，就是农民这样辛辛苦苦把它养出来，然后贱卖给国家的。我母亲告诉我，我觉得她绝对不会撒谎，就是我们家当时每年起码要养2头猪，交了1头猪给国家之后，你才被批准自己杀另外1头猪来过年。当时就这样。朋友们，农民辛辛苦苦种出了粮食，要被征收一部分给国家，然后呢辛辛苦苦花了1年时间养出1头猪，然后呢要贱卖给国家。你们觉得像这样20-30年，中国农民为中国建设，为中国的城市人付出了自己，难道这样的牺牲不是相当于所谓的购买养老保险吗？那么到了他们老的时候，每个月现在100多块钱是这些年才有的，原来根本就1分钱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愧对农民。还有一个，在中国当时修了很多的水利，很多的路，这些水利这些路很多都是农民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免费帮国家帮社会修的，没有钱，1分钱都没有。所以也难怪凡是农民的子弟没有一个愿意当农民的，或者几乎没有农民子弟想继续当农民的。那么现在在农村继续当农民的人，一个是他确实有一些技术想留在农村发展，但是大部分都到城里去打工了。当然因为中国现在渐渐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所以需要农民也更少了。但是你问所有在农村长大的人，几乎我可以告诉大家，99%的农村青年人不愿意当农民，就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农产品太便宜了，在网上很多人很自豪中国水果多便宜，特别是广西有水果自由。你们知道广西的农民有多惨吗？在你们享受比如说10元5斤水果的同时，你们有没有想到中国的农民他们多凄惨？很多时候可能因为那个年度那个价钱不好，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工作，到头来他的水果卖不出去，烂在树上，烂在地里。你去摘的话还要花人工，如果你请人工去摘的话，现在我们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广西桂林农村，请一个女工没有任何技能的，就叫她去做苦力，一天90块钱，8个小时90块钱，就这个收入水平。所以在农村如果是农产品的价格不好，真的非常的凄惨。是我们有水果自由但是另外一方面没有钱所以说来说去在中国当农民确实非常的憋屈。我理解为什么农民的孩子不想再当农民，就是因为农民的待遇太差了。还有一个区别对待，那就是教育资源。你们也知道，在农村的小学，我读书的时候很多是代课老师，可能老师本身没有受什么教育，就认识几个字，然后呢就当老师了。你说教出来的学生跟城里人来说，本身就完全不在一条起跑线上，这本身就不平等。所以在那个年代，农民的孩子要翻身是非常困难的。我呢是一个比较走运的人，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听话的人。我不是智商很高的人真的我不是。我知道我是几斤几两的人，只不过呢，比如说我在小学的时候，也许我比较听话，一直名列前茅。然后我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呢比较走运，所以呢我考得比较好，
然后呢，我就顺利升入了我们县的重点初中。当时我们整个县招90名，那是没有走后门的啊，就是90个学生，我就得到一个位置了。然后就从我们农村就进入县城的那个重点中学。那年我整个小学，我记得当时好像有3个班级，也就是100多个人，就是我一个人考上了这个重点中学。好了，刚才我说了一下，农村老人其实非常的惨，中国的农民付出了很多，但是目前得到的照顾非常的少，所以我恳请呢政府能够多照顾一下农民。目前中国老人他们的养老金，政府发放是100多块钱，在我们广西，如果能够进行改革，给他们800块钱到1000块钱，我觉得可以大大减轻农村老人的这个养老负担。我觉得政府是不是应该考虑通过人大修法改变一下，改革嘛？中国应该改革。我认为这个退休金制度绝对要改革，否则会出大乱子。那么砍掉城镇居民这些退休老人的退休金，真的要砍掉。然后呢，补贴这些农村的老人，这样农村的老人60岁以上的老人才相对衣食无忧。我认为按照目前的这个物价水平，800到1000，在农村是可以活得相对体面的，否则真的非常困难。打掉城镇居民的退休金之后，我认为呢，可以大大的缓解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的现象，然后呢，让整个社会趋于更加平静啊。否则我觉得如果再不改革，这个社会的动荡隐患是绝对存在的。我觉得政府呢一定要引起重视，真的到了急需改革的时候了。而且考虑到当下整个经济下行，对不对？大家消费降级，很多人真的，特别是年轻人失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心里特别沮丧，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国家通过砍掉这部分过高的退休老人的退休金，然后呢，刚才说的补贴农民，另外呢，可能再补贴一下这些失业的年轻人，给他们一部分失业金，让他们渡过难关。好了，我再说说德国这边。我们在德国，你工作的时候要交的社保包括一个是医疗保险，一个是养老保险，还有一个呢是失业保险。每个月你从你的工资当中要拿出一部分来购买失业保险，然后等你失业那天，你工作时间短，比如说工作1年，可能你拿到6个月的那个失业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可以拿到多少呢？如果你是单身，大概是60%左右；如果你结婚了，大概拿到65%。也就是说，你原来工作的时候收入1000块钱，那么如果你失业了，你还可以领半年600块钱。或者如果你工作时间长，买的失业保险时间也比较长，那么你按年龄年纪轻的可以领12个月，年纪长一些的可以领24个月，这是我所知的最长的了。我相信呢，一般来说1年可能你应该可以找到工作了吧。所以像这样的这种制度，我觉得是挺好的。大家注意这不是免费的不是国家兜底的，而是你工作的时候你自己花钱买的这个失业保险，买的养老保险，也就是说自己给自己发所谓的福利。我不知道中国这边你们每个月的如果有失业保险的话，那你每个月从你的工资会扣掉多少？这点我不明白，但是我非常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中国的退休金制度要改革，另外呢，中国的失业保险可能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让失业的人没有那么多的焦虑，渡过难关，对不对？前面我说了德国的退休金非常的低，如果你没有企业养老保险，你的生活一退休马上陷入贫困。因为德国退休金它的比例就是退休前的48%，绝对不会像中国还超过100%的。像中国目前这种退休金制度是与国际社会脱轨的，是异类，是独树一帜的。我也查了一下，美国的平均退休金，他们叫社会保障金，大概是1975美元左右，比德国高得多。然后呢，有些企业
也帮购买了企业养老保险。还有呢，所谓的可能是叫401，也就是你投入你的一部分钱到比如说购买股票等等那种基金去，到你老了那天你可以取出来，也是3部分。德国老人呢是会打算的老人，或者你的企业好的老人呢，有3部分养老金，一个是法定退休金，另外一个呢是企业养老保险，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存的钱，你买的股票等等，这也算一部分你的养老金。这样算起来，美国人退休金接近$2000，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考虑到美国的物价其实也不是很高。然后呢，奥地利也是德语国家，奥地利这个国家与德国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们那边是怎么操作的。他们那边的退休人员可以达到2000多欧元，好像是2350欧元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能够一个退休老人日常开支了。但是德国年轻的时候挥霍，绝对是一退休立即返贫，立即回到解放前。刚才我说了啊，像目前中国这样的退休金制度，如果不加改革，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哪有这样退休老人拿的工资比年轻人、比辛辛苦苦996的人拿的工资还要多的？不可能。还有，在中国退休金是直接拿到手的100%的退休金，因为那个医保是包括在内的，也就是已经包括医保的，也不用缴税。而德国呢，要自己从自己的退休金里面拿钱出来，拿12%来购买医疗保险、购买护理保险，然后剩下的钱你超过一定的线还要交收入税。德国就那么变态，万税万税万税就在德国。还有我刚才抨击了，年轻人工资那么低，在中国退休老人退休金那么高，所以导致了整个社会呢，它的那个戾气特别的重，危害中国安定团结的这种因素啊，所以呢，政府一定要引起重视。像德国退休老人，平均一个月1100多欧元，还要自己购买医疗保险及护理险，最后剩下，如果你没有其他收入，可能只有几百欧元，800-900，按照德国物价水平，相当于中国3倍的物价水平吧，那么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2000多块钱，没有自己的房子，要交房租，要吃饭等等等等，所以在德国像这样的退休金根本活不下去。那么你们知道了德国退休老人那么凄惨之后，还有多少人羡慕德国的社会制度呢？好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在下面踊跃发言啊！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见。